每回日头落，都心慌啊。恐怕什么事儿来不及啊。哦，孙少啊，你请坐。首长抽烟。啊，这个我不行，肺不好。你姐夫王满银的事儿啊，我都听说了。还有你连坐陪罚的父亲，这人呐都已经放回来了，事情都过去了啊，你就不要再追究了。我不是给家里人讨公道的，我是代表原西县的劳动人民，为田福军求情。田福军。少安呐，你可真行啊！让地委领导亲自发话，让石副主任揽下放你家王满银的事情，这样一来，就跟田福军、田副主任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哎呀，弟妹！哟，哥来了！来来来，快快快，进来进来进来！咋又拿这么多东西？哎呀，你看我给你带的是，你们爱吃的煎饼吗？煎饼。哥，来来来，快坐。夫君呢？啊，去地委开会了。你看你来也不说一声。哎，他忙他的，我这次来就是来找你的。找我呀？哦。哥。哦。正好，我也有个事儿想找你呢。哦。要是你今天不来啊，我还准备往公社打电话呢。哦，什么事情？你知道县革委会的副主任李登云吗？知道的。现在他老婆跟我可好了。哦。他俩有个儿子叫李向前，你猜怎么着？人家李向前看上咱润叶了。李德云的儿子。啊。哦，我这回来还就是因为给润叶介绍对象的事情。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哦。这小伙子呀，现在在县革委会开小车，宽宽的肩膀，一表人才。弟妹，你看我啊是个农民，人家李登云是革委会的副主任，这个差距，哦，我说的不是儿女姻缘的差距，是这个农民和干部的差距。最好是能找上一个一般干部家庭的娃娃，不敢太高了。哥，你以为那是你在菜场买肉呢？啊，瘦了挑，肥了你还挑？不是。哎，不管咋说，润叶有我这个农民的爹，说来说去还是个农民。那话不能这么说，你是农民，咱润叶不是，咱润叶是国家教师。哎，他是不是跟你说啥了？没有，润叶这个娃娃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所以我才煎熬得很。哎呀，为了他这个对象的事情，我是吃不香睡不着的。行了，你现在就放100个心吧。这门亲事吧，咱们真的可以考虑。不是说咱们图人家庭什么什么的啊，这有钱也难买，孩子愿意啊，是吧？你就别挑剔了。啊，不挑剔，不挑剔。咱这个事情就弟妹做主吧。好。哎，那你回去好好跟润叶说一说，你讨他个准话。行，别到时候人家这边凉了，咱就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对着了。除了李德云的儿子，叫个什么？李向前。哦，李向前，他谁也不要再想麻缠我家润叶。爸，那我二妈是咋说的吧？哎呀，这个娃娃名字好听，向前，好听得很。爸，以后我的事情，你能不能不要瞎搅和？
我现在还不想嫁人嘞。哎呀，又没有让你今天就登记结婚了。小心烫，我出去了啊。哎，干啥？你还没给我个准话呢吗？爸，我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管？我心里有人了。谁？还真是孙少安？啊？那个黄土疙瘩有啥好的？你要真是相中他了，我都没脸见人了。爸，那咱们家也是贫下中农出身，以前也穷过。那少安哥咋了？他勤劳、善良又正直，他一直想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他不比城里人差。你就相中他这些东西，那能当饭吃吗？那你说什么最重要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个娃娃进城以后就长烦了。这个事情还用不得你说个不字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小声点，这是学校。你娃是孙猴子翻天呀！啊，你跟玉皇大帝你还叫开板了？干啥去？我去给你打饭去。润叶，怎么这么高兴？姐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，我星期天去黄原相亲。黄远，我可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当个老师，浪费了我的大好青春。教师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，多少人挤破头想进学校，你倒好，不想当老师，想上天啊！我要找个能让我上天的男人。我告诉你啊，女人可不能依靠着男人过日子。我要嫁人，他就得听我的。我要相亲的这个男的，他爸是地委领导，在地区团里上班，听说还是个小白脸。面都没见到就这么高兴？积善能成，我有第六感。你怎么了？有心事？我二妈也给我介绍了个对象，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。不喜欢就算了呗。我就是不想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，可是我又怕我二妈不高兴。你知道我现在在他们门上住，我的工作又是二爸找的，这下我要跟他们说，他们肯定会更反对的。我知道你心里有人，就是那个孙少安，你们是青梅竹马。可我也知道他是个农民，那又怎么样？润叶，你可要想好了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凭你的条件，工作是老师，爸爸是村支书，二爸还是县里的副主任，这条件你找什么样的不行啊？非得找个农民？农民怎么了？我就是喜欢。喜欢不能当饭吃，这种事上你要想清楚，千万不要被什么所谓的感情迷惑。感情就是要纯真，我就是喜欢他，心里装不下别人。我跟你说，你真要去跟一个农民结婚的话，整个原西县的人都会笑话你，坚持革命理想，反潮流的女英雄。别挖苦我了，我不挖苦你，我支持你，把你往火坑里推，那我就不是你朋友。说真的，润叶，理想跟现实生活完全就是两码事。别的不说，我先问你，你这位农民刷牙吗？你跟他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你是回村里教书呢，还是骑个自行车两头跑？把他调过来，他愿意吗？有很多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是不愿意进城的。还有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教育、前途。鲁迅的《伤逝》你看过吗？你们可能就是那种结局。他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，大不了我教他刷牙。你，润叶，你听我说呀。回来了。哦，哟，这大包小包的去，这咋又大包小包的回来了？我送出去啊？自己看。我看。哦，换了东西了。哟，还有养碱肥皂呢啊！哟，咋了？受气了？你女子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
放着堂堂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不嫁呀，非要找个泥腿把子，啊，把我一个人扔到宿舍里，自己就跑了。你说他心里现在还有我这个爸没有？你是说孙少安呀？你咋知道孙少安？那他俩从小就要好嘛。你要知道啊，咱家润叶现在可是吃商品粮的，孙少安他就是个泥腿子，一年到头就在地里扒拉那几个工分，几个工分能挣几个钱？啊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事情由不得润叶，天下毛主席做主，这个家里我说了算。来洗脚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这少安也是个好后生，论模样、论品行都不错，心眼又好。那年年选生产队长，你不是都投他的票吗？哎呀，那个选队长跟选女婿是不是一回事嘛？想当年，他要是和润叶一块在县上念书，最后再寻个工作，当咱女婿还说得过去。那你是同意少安做咱女婿了？我说要是的话，要是他俩都在县上工作，不用他少安提，我就直接找上媒人到他家去把润叶许配给他，到时候再把他家的光景复制起来，没有窑柱，再帮他雇上2口新窑，没有吃的到咱家来吃都成的。哎呀，这个水太凉了，你再给我加上些热的。哎，你说，哎，这个驴车跟那个小轿车哪个跑得快？孙少安他也不到那个独马河照照自己的影子，一天胡骚起我家女子。他就是落空了，他也不吃亏，他是在提高自己的身价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可是到那个时候，我田福堂的祖坟上就会多了一泡狗屎。哎，这是活活把人往死欺负了吧？这是。你看你说这话啊，哪像个支书说的话呢？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少安呀，今天还来寻你来了。他寻我干什么？说是分猪饲料地的事儿。哎，这个事情我知道，他还算有些脑子。你也支持少安啊？多分些地对农民有好处，我为什么不支持呢？再说了，生猪指标完成不了，公社还找我的麻烦。哎呀，不过这个事情弄不好要挨批判呢。那你可得提醒点少安。哼，我提醒他，他要是再骚起我家女子，我只要借着这个事情，我好好的整他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哎。时间过得既漫长又飞快，转眼间就到了夏天，这是黄土高原1年里再好不过的日子了。时间长了一些，班上同学之间也开始变得熟悉起来。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，就是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，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，希望自己能够引起异性的注意。大飞同学，你们班获得了这次篮球比赛的冠军，我作为学生代表给你们颁奖。这是奖品，这是奖状，祝贺他们！劳动委员，你咋了？刚才还好好的，咋一回来你就打蔫了？饿，忍着点吧，离开饭的时间还早着呢。
二成，说实话，我对这还有2年高中生涯能不能读得下去，已经完全没信心了。哎，你这话啥意思啊？我想退学。你想退学？你为啥那么兴奋啊？你不是说要离开这里吗？要扒火车走？我早就有这个想法，想跟你一起扒火车走。你说说，你咋想的？有计划没啊？计划暂时还没有。没有计划，那你咋想退学啊？你说，我这读书这些日子，除了润叶姐接济我一点，大部分时间我也就吃个黑肥肉，连份饼菜都吃不起。每次饿得难受的时候，我都想，其实我读半年高中，回农村里去当个小队会计也可以凑合。我为什么要硬撑着呢？可是，一想到回农村去当小队会计，我会觉得不甘心。你说的也是，现在这个时候，整天闹哄哄的搞各种社会活动，咱学不学习都无所谓，也没啥学习上的压力。反正后2年啊，高中毕业了，都各自回家。多读1年书，家里得多花多少钱呢？我们家已经够困难的，你说我不给家里分担也就算了，我总不能再给他们添负担吧？不过，这学校里倒真有我值得留念的。原来是因为这，我说你咋不一样了？你喜欢郝红梅？我说你最近上课咋总是积极发言，总是引起同学们为你喝彩。原来你是想引起郝红梅的注意啊！说实话，我现在和郝红梅确实慢慢熟悉点了，互相之间也没那么拘束，有时候还互相借个书。拉个话什么的，可不是你想的那种。那个有的天上七别无，目前就8个，哎呀人难住。北朝着太阳，也朝着土，天底下自有咱庄稼人苦。一年个四季，汗水水流。突然想起开会了呢，快！什么事？哎呀，今天说一下啊，说一下这个猪饲料地的事。听少安说，哎呀，咱们生产队一直是本着多干活少开会的原则啊，不是开会，就是说着心里话。我也想听一下大家心里到底是咋想的。你看咱队这些个年哈。一提起猪就能把人闹心死，人都没得吃，谁喂得起猪啊？但是这是国家政策，你说咋办？国家要把这个肥猪肉给工人阶级吃，给解放军吃，给城市的居民吃，还要支持亚非拉第3世界了。你说这猪能不养？不能不喂。哎呀，真是能把人愁死！这不，国家现在又下政策了。说是每户啊，给4分的猪饲料地。队长，你有啥话你就直说啊！猪的这点破事，我们大家都知道。哎呀，知道也要说嘛。那少安说了，那是完事儿都要说清楚，咱占个理嘛。哎，这4分地能干啥？这猪是咱祖宗，我养活不了它，
他都吃了我。别这样说，我跟福刚已经商量过了哈，我们有个主意，现在想征求一下大伙儿的意见。你看啊，这咱队里这个除了种庄稼的地以外哈，好多那个边边角角、零七八碎这个荒地啊，全在这荒着，这荒着也是荒着嘛。我现在想借这个机会哈，把这个荒地给划分一下，当成这个猪饲料地分下去，就少占用队里种粮食这个地呀。少安，那一个人到底能分多少？你能利用多少就分多少吧。那就是说，分给我的地，我想种啥就种啥了。只要是你完成好这个猪饲料的任务，养好猪，其他的事情你爱种什就种什。你要种个摇钱树，没有人管你啊。哎，少安，我是说，这分地这事，这可是个大事情啊！你一个人怕说了不算，你上头那还有2个大领导呢嘛你。是这哈，我是生产队的队长，只要是你们没有意见，我就能做这个猪。那当然，那福堂叔、我二爸和大家是一起分这个猪饲料地。哎，少安，你看啊，你给我们分猪饲料地吧，按理说是个好事，我们应该拥护你。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，这个毛主席说了，坏事可以变成好事，那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。哎呀，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吧？谁说的？毛主席。那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是谁说的？这不就对了吗？哎呀，就不要瞎操心了，我心里有数啊。现在大家跟着我一起啊，咱到那边那个地里好好去丈量一下，看看是咋量好啊，咱去看一下。行，哎，等，还有个事我要说一下哈，回到村里，不要和大家议论这个事，哎，不要说，哎，我听说2队军务他们也在这丈量这个猪饲料地，哎，有一个事一定要搞清楚，这个荒地虽然是荒地，但是国家的地，给你是让你营务，让你收成啊，这不要弄乱了。国家的地就是国家的地，自己的地就是自己的地，哎，这个一定要。哎呀，反正回村不要跟大家议论这个事了啊！记住啊，不要说啊！哎，少安，走。你咋了？我还是有点担心啊，这可是要犯政治错误。哎呀，你不要担心，这是好事啊！赶紧吧。好事还是坏事？来，大家排好队，发工具了，快，排好队啊！来，给你。来，给。好。来。我不要这个秃头子。铁锹不都是这个样子吗？你要嫌不好，回去拿自己家里的来下一个。谁说都这个样子？你见谁好就给谁好铁锹呗。我把好铁锹给谁了？给你婆姨了呀！大家看看是不是给他婆姨了？你看看这种贼不打自招。哎，少亮。欧玉英，你现在去给郝红梅道歉。哟，班长，你护着郝红梅，也想让她给你当婆姨呀？郝红梅，铁锹。孙少平，你能不能去告诉他们，咱们只是同学，我不是你的婆姨。就是同学。铁锹。从此以后，孙少平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，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。他们都感到害臊，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互相都不理睬。而且，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，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的处境。
也竟然都有了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。他每次去拿自己那2个黑干粮的时候，再也看不见郝红梅的身影了。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，现在即使是面对面的走过来，也不再那样叫人心动的看上他一眼了。孙少平，我在这儿等你，还你书。这个是你借我的创业史，一直没来得及还你，耽误了你还书的时间。哎，你干嘛？面饼，我还书还晚了，这白面饼就当作为补偿，弥补我没有及时还你书的过失。哎呀，晚了就晚了，这白面饼珍贵，你自己留着吃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这个我家里有，我已经吃过了，这就留给你吃吧。谢谢你，红梅，你今天穿了一身没有补丁的衣服，在阳光下看，像新的一样，衬得你格外好看。我就这么一件没有补丁的单衣，等到了冬天，我就又得穿回补丁漏补丁的衣服了。这个衣服我可不是穿给你看的。我知道，我没这意思。你想说啥？没什么，我就先走了。一起走？别一起走，一起走我就真生气了。少平拿着这几块白面饼，站在黑暗的学校院子里，眼睛含满了泪水。他觉得，他拾起的不仅仅是几块白面饼，而是很多很多。人都到齐了啊！哥，我不来了。大伙注意一下，我这个话3令5申，嘴皮子都快磨破了，说了好多回，不要推迟出山的时间。那咱们秋天的收成和这几十户人家全年的生计，就在这每天的分分秒秒里。那毛主席教导我们：10000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往后不敢再迟到啊！海明电话没错。谁迟到扣下谁的工分。哎呀，说甚呢？毛主席的话可不敢不听。初3的时间更不敢耽误。晚上睡觉受风着凉，跑肚拉稀了。咋回事来？我们响应党的号召，带病坚持工作。你不表扬表扬就算了，咋还批评上了？二妈，我不是批评你，我这个话是和大伙儿说的。谁知道我228先拉稀？笑声！哎，有啥可笑的？有啥可笑的？我说少安呀，你这个队长当的可是实在哦，可你也不能不把我们这些社员当人看吧？你不信问问大伙儿，大伙儿几乎都说你把他们抠得太紧，简直到了残酷的程度。3你休息的时候啊，往往想过口烟瘾，结果烟瘾还没过，就被你拉起来干活了。这天天出工，天天挣得紧，这急得连泡尿都得憋回去嘛。
你知道他们在后面叫你个啥？孙阎王。现在不下苦，到了秋天分粮的时候，你们就骂我是龟孙了。哎，我宁可当这个阎王，也不当龟孙。有啥好说少安队长的啊？天地良心，你们都有眼看得见吗？少安队长每次出工从不偷懒，专捡那重活干。至于地里那技手，那更是出类拔萃，样样精通。哼，连我这个队里的老行家，那心里边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就是嘛，这队长的威信，在队里是自然形成的。你们瞎折腾啥？我是村上的妇女主任，队上的活还多着嘞。我先走了。你走，你的工分咋算？大队记。不就是记个工分吗？你想咋记就咋记，咋记也不是自己的地，你想记多少记多少，记多少也吃不饱。二妈，你想的是这个？你们大伙儿的心里想的都是这，对不对？少安，你说的对着嘞，反正是混工分嘛，苦干精干就是那些。你孙阎王把我们扣得那么紧，是干什来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大伙说对不对？咋都不说话了？平时不是说的美得很吗？行，不说话，那我就算你们默认。哎呀，本来有个事，我想放一放再跟大伙说。现在既然是这个样，那我就说了，为什么大家出工的积极性不高？那就是因为挖的不是自己的地，吃的不是自己的。那家家穷的叮当响，谁还有心思挖地呀？那你要是自己的地，可能用不着我孙少安催，那你自己去的快着呢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竹饲料地，我跟福高已经划好了，就是没有分。大家现在心里想的是不是想把这个竹饲料地给分了？家家有自己的地。如果想的是这个，不说话，举手。放下，那就是这，咱今天就把这个竹饲料地给分了。同意的举手。进屋。大家也都知道各村分地的内情，嘿，谁都想多分点地。所以咱把门关上说。哎，那得派人去放哨，回头别人听了把咱告了，那要拉出去批斗嘞。是这，那就这样啊，每户留一个人在这抓阄，其余的都出去放哨，啊？哎，爸，那你就带着大家出去放哨。少安，把地给大家一分，你就不怕惹事上身？惹什么事啊？你私自带头多分饲养地，扩大自留地，如果上面查下来，这不责罪你了吗？我问过了，咱们公社几个大队偷偷把这事都干完了，那县里不管，上面不来查，你自己人不说谁知道？那要是有人说出去，咋弄？人人都拿了好处，你说吗？大家都明白，今天的事儿要是传出去，那队长要担很大的责任。这样，我写了个保密宣言，大家一会儿啊，每个人
都在上面摁一个手印。好，抓球吧。那现在我按照点名册上的顺序点名，点到谁来抓啊？田德胜、田小华、栓柱、隋玉婷、多蛋、喜子、裁缝、田明军。哦，哎呀，都是我田万佑搞封建迷信的。这老碗里不是抓阄了，是抓自己的命了。对。福哥，都抓完了，那就这啊，鼓掌通过。哎呀，小点声，那小声鼓你也得鼓嘛。尚安，你看看你自己抓的酒，别哥不看出宫了啊！赶紧说，看你自己，你看我的干什么？看看你的酒，尚安，看什么？那看就看一下吧。我说过啊，抓着哪块是哪块，不敢换啊，不敢换。这咋回事？我怎么抓的是最好的这块地呢？这都知道你没抓着啥，你的口袋里的纸蛋蛋，你事先早就放好了，是最坏的一块地，所以啊，我们给你换了。老不义，这不行。哎，少安，这大家的心思都是为你了，你要不拿。那我们这纸蛋蛋全都搁回去。对，重新再抓一次。抓着什么就是什么，啊！来，搁回来。谁先抓？你先抓。围着篮板站成一半圆。好，我讲一下规则啊，谁抓住球，谁就投篮。投进的人如果再抓住到球的话，就不能投篮了，要传给下一位同学。大家都是高中生了，要懂得规则。好。红梅给我传一个。小明，给你。走。来传一个。来，小明，给。来传一个。给我。哎，孙少平，你咋了？咋了？这浑身的血都涌到脸上了。你这眼睛上也跟蒙上雾了似的，还看得清楚吗？哎，少平，我这书挺好，回头我借给你。少平的心里现在很苦闷，他陷入到一种灰心和失望中去了。如果原来没有和郝红梅的这种关系，或许他只有肠类的危机。可是现在，他已经在精神上出现了危机。别看了，这郝红梅的饭是顾养民帮着打的，她现在都吃乙餐了。我看班级有活动，顾养民就把郝红梅跟她分到一块儿，抽空他们俩就有说有笑。我估计啊，他俩是好上了，说不定是顾养民让他吃上了一餐。
任生，啊，你帮我传个纸条给郝红梅，我有话跟她说。哦，好。孙少平，你让田润生给我递纸条，说有话跟我说啊？是不是因为侯玉英说咱俩好上了，所以你故意疏远我？你的纸条还给你，你还是赶紧把它撕了吧。你是不是和顾养民好上了？我现在就是和顾养民好上了。讨厌。